美财长耶伦在结束其任内首次中国行返回美国之后，于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他认为在此访期间，美中两国在深化沟通上取得进展。不过，一些美媒却在唱衰耶伦此行，甚至开始就耶伦在华期间的肢体语言大做文章，称耶伦对华卑躬屈膝。而与耶伦访华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所谓赴华旅行警告。经过一轮高层接触之后，美方又在为两国关系人为制造障碍。在结束中国行后，耶伦接受了多家美国媒体的采访。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民的节目中表示，此访与中方负责经济的新团队建立了联系，并且为中美之间更深层次、更频繁的接触创造了机会。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I had a very constructive visit. I received a warm welcome and had very substantive series of meetings. We had substantive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global economy, developments in our own economies, financial markets, and a list of concerns that each of us brought to the table that we agreed to follow up on over time. 耶伦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报道全文，并写道：上周我去了中国，以稳定我们的关系，深化沟通，寻求健康的经济竞争，合作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耶伦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近期第2位访问北京的拜登政府高官。在华的4天3夜时间里，耶伦既与中方分管财经事务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与非官方的财经专家学者举行了参叙，还与美国在华工作团队、商界代表进行了深入互动，行程满满当当且富有成效。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耶伦表示，他的访问是成功的。不过他也说，中美之间存在挑战，但他相信大家都有稳定双边关系并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10号，中国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就耶伦访华具体情况答媒体询问时表示，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在耶伦财长此访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按照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后续保持中美经济领域的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沟通交流。财政部指，在两国经济和全球共同挑战方面，中方说明了中美经济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要求美方采取实际行动回应中方对于美经济制裁打压的重大关切，阐明了中方关于健康经济竞争的立场，展现了中方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意愿。深圳卫视注意到，中美双方都认为相关会见会谈是坦诚、务实、深入且具有建设性的。但也有美媒认为，同不久前访华的布林肯一样，耶伦的此次访华之旅也难以为双边关系带来实质性突破。德国之声则引述分析人士称，在目前世界格局的框架下，耶伦访华让美国同中方的一个沟通渠道起死回生，至少从这方面来看是成功的。不过，耶伦同布林肯国务卿前后脚访华，事实上在上演一场红白脸双黄剧目。在此背景下，耶伦此访到底能否改变中美关系走向，仍然值得观察。不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舆论场却在不断炒作耶伦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见时的鞠躬动作，甚至有小报形容耶伦是卑躬屈膝，是在对中方行大礼。对于美媒的小题大做，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由此可见美国舆论对中国元素的过敏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评论认为，鞠躬是耶伦本人的习惯动作，也是其谦和有礼的表现。美国舆论场对耶伦鞠躬视频的争议所展现出的霸道，恰恰是中国社会下意识地对华盛顿处处提防的原因。分析认为，虽然耶伦此访期间中美双方都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未来中美关系能否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前进，仍然在于拜登政府能否打破对华成见。然而就目前而言，美国内部仍然存在一些势力见不得中美关系好。无论是在关税问题上，还是在对华企业的制裁问题上，耶伦都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这个承诺。但是双方建立了一定的沟通渠道，即使是这样双方关系的简单的这个改善，我们看到美媒依然在炒作所谓的耶伦的鞠躬的这个问题。这反映出
美国的一些极端的这个政客，他们是完全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的。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呢，也持续的抱有这种敌对的和反对的这个态度。与耶伦访华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务院就发布了最新的所谓赴华旅行警告，要求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中国大陆，理由是中国大陆存在着被不当拘押的风险。此外，美国务院也针对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发布了类似的旅行警告。美国国务院根据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类风险等级，将旅行警告分为4级。第1级为采取正常预防措施，第2级敦促旅行者提高警觉，第3级建议民众重新考虑前往，第4级是最严重的，请勿前往。此次的警告较之前上调至第3级。针对美方贼喊捉贼的做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有关部门对外国企业依法进行安全审查的决定是基于法律和事实做出的。中国欢迎各国公民和企业来华旅游经商，并依法保障他们在华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包括出入境自由。反倒是美方在近年来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公民入境美国设置障碍，滋扰盘查。我们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干扰中美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同时停止对中国企业和公民任意拘押、非法滥诉，切实保护中国在美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在布林肯和耶伦等拜登政府高层内阁成员相继访华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确实是在不断的这个破冰的。那么短期内中美之间逐步改善这样的一个趋势，应该来说是不会受到旅行禁令这样的微小声音的负面事件的这个影响。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美国对华的整体的战略和对华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始终是没有改变的。像旅行禁令这样的这个事件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多即使是在中美关系短期改善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整体的竞争确实是在不断的走向深入向各个领域来延伸和这个蔓延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上个月8号，美方搞了一出针对中国公民的钓鱼执法。美国警察伪装成墨西哥客户，向中国公司购买化学品，将2名中方企业人员诱骗到斐济实施抓捕，并押解到美国。美方声称，中国公司出口的化学品属于美国认定的芬太尼前体，有可能被运到美国并用于制造芬太尼，因此这2名中国公民违反了美国法律。但外界注意到，自2019年5月中国整类列管芬太尼物质之后，美国缉毒署就多次表示再未查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中方继商务部、外交部以及驻美大使馆早前进行的强烈谴责后，10号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美使领馆发布消息，提醒在美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社会治安形势，加强自身安全防范。临时赴美人员应提高警惕，提防落入美陷阱及诱捕圈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与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寻求帮助。美国所谓的旅行的警告，它是对中国正常的对外关系法和反间谍法的一个错误的解读和有意识形态带有有色眼镜的这样的一种解读本质上呢，这是我们针对国际形势的这个变化对自身国内法律的一个正常的这个修改美国却借此大肆炒作。本质上还是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背景下美方利用一切的所谓的中国采取的所谓的这个行为来给我们扣帽子来给我们这个下错误的这个定义。